谈一谈日本的军事能力最近恢复的苗头呗。就是日本的国会通过了，就是对外三方转移军事物资、装备、进攻型武器，不再需要通过国会的批准，预先批准，不需要。那么这一点的话，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军事发展的优势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它是一个战败国嘛，对吧？美军在那驻军，对它进行一个叫做遏制型的发展。它的整体军事能力呢，包括它的工业制造呢，只能向民用和自卫型进行这个运营。那么对外的三方转移一旦放开之后呢，咱们也都能看到，世界上的战争其实很多嘛，对吧？俄罗斯在战争爆发之后，它整个军工体系崩溃了，都没人买了。对吧？以前俄罗斯是世界第2大军火商出口国，但是现在呢，俄罗斯一下子吧唧掉到后面去了，俄罗斯的这个空白市场就出现了。那么日本呢，它自己本身的工业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自卫队呢，整体规模不是很大，就导致了它的这个自卫队的武器装备的单价采购就比较高。那么它的这个工业企业呢，就不会把重心放在工业，就是军事研发方面。现在可以出口以后呢，日本的整体出口就一下子就把它的企业给激发起来了。你像它的三菱啊、铃木啊，包括它的这个Honda呀，包括这个丰田，对吧？尼桑这些，它完全能够有工业，就是军工制造能力的这些企业，一旦放开对外出口的话，你想一想啊，坦克、飞机、大炮，这不是各种零配件，它全能造，包括造船，它这些全能造以外，自己国内它要采购，国外也要采购，这样的话就能够让这些企业在军工方面的投入就极大的增加，也能够降低日本国内对于这个军事装备的采购单价的降低，也为日本之后进一步的壮大它的军事力量铺平了道路，降低了采购成本。所以说日本的这个三方战牛，对，所以说它这个军事能力，那么在未来的话，我们肉眼可见的将会看到它可以提升，而且呢，它会通过军事出口的方式呢，不断的扩大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前评价日本呢，就是叫做这个经济上的巨人啊，这个军事上的侏儒啊，外交上的矮子，一般会这么评价它。那么以后的话，你想它有经济做支撑，再有军事做辅助，那么它的外交能力肯定会在国际上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这是必然的啊。那再加上呢，日本它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想想它的军工，它本质上来说就能带动它的国内经济发展嘛。因为你出口民用产品，现在国际上竞争太激烈了，但是军工产品的竞争相对来说要好一些，这样的话，日本经济也会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小的高峰的啊。所以说咱们看吧，日本基本上就是突破二战的限制，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啊。大毛的这个军工，真的很多人支持大毛，但是你看一下大毛打乌克兰退这个大毛武器装备的订单退了有多少啊？飞机不买了，防空导弹不买了，坦克不买了，为啥呢？实在是没用。以前大毛卖出去，别人用不好，他可以有理由和借口，说你们不是我用，对吧？你们为什么用的不好？我用就又挺好。但是呢，现在他自己用也不行，那别人说了，那你还能找什么借口？大毛说，那确实不好用，我们把工程师都给干掉了，对吧？那个匕首超高音速导弹的工程师被给抓起来了，叫做捏造武器装备的虚假数值，完全达不到他所标定的这些数值，完全达不到。大毛把自己的工程师给抓起来了，对吧？所以说大毛是废了。